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防火便里面，我是王云飞。最近英国媒体说了一个消息，说在俄乌冲突战场上面，俄罗斯的瓦格纳雇佣兵打得虽然勇敢，但是在他的武器以及后勤资源的供应方面，俄罗斯呢断了对瓦格纳雇佣兵的供应。这个消息是真的是假的？请雨田分析一下。首先说我们这个俄罗斯对瓦格纳的这个支援问题而最近呢确实有一个视频是这个瓦格纳的士兵拍视频，然后说让俄罗斯国防部供应更多的各种口径的炮弹，说我们现在缺炮弹用。那么现在这个究竟是俄罗斯故意卡这个瓦格纳，还是说现在俄罗斯在前线的这个炮弹供应究竟是普遍性的困难？而现在呢这个事儿还不好说。但是呢对于英国媒体来讲，只要能找到黑俄罗斯的地方，那你就一定使劲的黑。那么马上就出来了，说俄罗斯故意卡那个瓦格纳，然后呢，或者是俄罗斯弹药库存见底了，各种故事都编出来了。我觉得他忽略了一个基本点，因为这个瓦格纳雇佣兵他不是受俄罗斯国防部体系指挥的，它的供应是自我供应、自我保障，也就是瓦格纳集团你自己去买武器给他来用，他就不在那个保障体系之内，你不能忽略这个它的基本的运行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英国人是在故意在炒作。实际上呢，现在俄军在前线一共有4支部队，就一个是俄罗斯的正规军，还一个呢就是瓦格纳，还一个就是顿巴斯民兵，还有一个就是车臣的那个民兵。这4支部队呢，实际上他们是互不同属的。对，现在在前线上呢，俄军采用了一种叫分片包干的办法，就是说虽然我指挥不动你，但是咱们现在商量好，这一片归你了，出了问题你负责，进攻了这个得到功劳也是你的，这一片是我的，那一片是你的，反正就这么分了。在现在看前线的几处这个正在交火的地区呢，瓦格纳的表现确实比较突出，现在呢就逐渐的拿下了巴克穆特。所以呢，瓦格纳的这种突出的表现呢，也让很多人呢，都带来了一些猜疑，那就是说，那个俄罗斯用雇佣兵究竟合不合适？这样是不是代表着俄军不行了？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俄罗斯用雇佣兵呢，这在历史上都是很司空见惯的事儿，沙俄时代就有了，甚至说这个在整个游牧民族历史上，都是一个很常见的事儿。所以那个俄罗斯用雇佣兵呢，这个有历史传统的，这个没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这种分片包干，互相之间那个互不同属的话呢，他们之间的这个指挥配合确实会出现一定的问题。也就是说，要说它有弊，它肯定有几个。这你说的是第一个，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指挥沟通肯定会出现一些间歇不流畅。那还有没有其他弊端呢？也有比方说这个瓦格纳特别费钱，据说他们瓦格纳的成员平均年薪的100万以上，所以呢，他们这个花钱如流水第三呢，就是说这个瓦格纳呢大量的使用了这个囚犯，这个可能会对俄罗斯的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就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困扰。一个人犯了死罪，但是呢去前线打了仗立了功，现在这个死罪就可以免掉了，这样究竟合不合适？这个俄罗斯普通民众究竟能不能接受？这个呢可能还需要后续的观察。他们有利的地方呢，当然也有，就比方说瓦格纳士兵作战特别勇敢，他们打仗这个技能特别的突出，所以他们的战斗力明显是比普通俄军要强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们这个雇佣军集团打胜了，俄罗斯那个也是分享他们的功劳；打输了对俄罗斯呢影响不大。而且呢，瓦格纳士兵的死亡，俄罗斯政府也不用负担他们的抚恤费，所以对俄罗斯的这个压力呢就比较小。此外呢，还有一些，比方说俄罗斯现在没法干的事儿，这个瓦格纳可以干。像前一段时间美国指责，像朝鲜向俄罗斯卖炮弹，实际上呢，后来根据那个美国方面说呢，实际上是朝鲜把炮弹卖给了瓦格纳集团，并没有卖给俄罗斯政府。这个你看这个，俄罗斯政府现在如果做这件事就受到指责，那瓦格纳这么做了，没问题。这个就是这个雇佣军集团的好处。现在这个俄乌冲突是决定俄罗斯命运的一个很重要的战争，不论怎样，打赢才是硬道理。所以怎么样对战场有利怎么来。既然瓦格纳能打，而且他们也愿意打，那么呢，让瓦格纳去在战场上取得更大的一个成功，这个呢对俄罗斯来说那肯定是利大于弊的。所以说
尽管西方指责瓦格纳在俄乌冲突战场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但对俄罗斯来讲，用上这支部队绝对是利大于弊的。所以不能用西方的观点来看瓦格纳这支武装。好，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荒谬面对面》，下期我们再见。